嗨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又到了西西姐姐讲故事的时间了。今天的故事是我是个小孩子，我不想说对不起。听，故事开始了。小弟弟抢我的玩具熊，我推开他的时候把他弄哭了。妈妈让我道歉，我说就不，我从来没有抢过别人的东西，别人也不应该抢我的。他想玩的话可以向我借，但不能抢。我推他，只是想保住我的玩具，我并不想让小弟弟受伤害。我可以把他扶起来，可以等他向我借，也可以扮小兔子逗他笑，但我不想说对不起。妈妈说，小弟弟抢玩具不对，你推人也不对。小弟弟擦干眼泪对我说，哥哥，对不起。我红着脸小声说，对不起。作业做错了很多，我不愿意改。爸爸很生气，妈妈让我跟爸爸道歉。我站在原地不想说话，我只是想快点写完作业，然后去看动画片。我觉得这些题目自己都会做，我以为自己写快一点也不会出错。我只是想尽快去玩，并不想让大人们生气。我可以改正，可以重新写，可以保证以后认真一点，也可以去亲亲爸爸，但我不想说对不起。爸爸说，写作业就该认认真真，错了就要改正。我红着脸小声说，我知道了。妈妈说过要送给我一辆小火车，经过玩具店的时候，妈妈却没有给我买。我大喊大叫了起来，周围的人盯着我和妈妈看。妈妈命令我闭嘴，还让我向她道歉。我大声说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明明是你错了。除了大喊大叫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妈妈遵守诺言。再说了，答应小孩子的事情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我只是很着急，只是很想要小火车，并不想让妈妈在外面丢脸。我可以听妈妈解释一下，可以拥抱妈妈，可以对妈妈做个鬼脸，但我不想说对不起。妈妈深吸一口气，蹲下来对我说，亲爱的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红着脸小声说，妈妈，对不起。玩耍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弄坏了爷爷养的花，爷爷使劲地瞪了我好几眼，我使劲地瞪了回去，然后我们俩都不说话了。吃饭的时候，爷爷还是不想理我，我就给爷爷搬椅子、递筷子，还把我最喜欢的鸡腿让给了爷爷。爷爷对我说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我红着脸小声说，下次我会小心的。同桌嘲笑我唱歌难听，我一生气就打了他一下，他去跟老师告状了。老师命令我向他道歉。我一边掉眼泪，一边撅着嘴说，不要。老师更生气了，让我站着上课。打人是我不对，可是是他先不对的，他应该先向我道歉。老师连事情都没有弄清楚，就逼着我道歉。如果我真的道歉了，那不就只有我错了吗？我可以挨罚，可以接受老师的批评，但是我们应该互相说对不起。画了大象，但没有画鼻子；画了小狗，但没有画尾巴。妈妈说我画错了，爸爸说我太笨了。我一生气，把画笔都扔到地上去了。他们发火了，命令我道歉。我把脸转向了另一边。大人们都说我这不好那不好，如果这时候我说对不起，
那不就是承认我不好？那我以后在家里还有面子吗？我可以偷偷的把大象的鼻子和小狗的尾巴补上去，也可以编一个没有鼻子的大象和没有尾巴的小狗的故事。但我不想说对不起。爸爸抱起我，轻声说：对不起，爸爸妈妈不该笑话你，但你生气了就扔东西也是不对的。我红着脸小声说：对不起。在家里踢球，一不小心把玻璃踢碎了。爸爸对着我吼：叫你别在家里玩，你偏要，没长耳朵吗？我本来是准备道歉的，但一看爸爸发这么大脾气，我也跟着发脾气了。我指着自己的耳朵，冲着爸爸喊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长耳朵了，在这里。我想要过去收拾玻璃碎片，甚至还打算拿出零花钱赔给爸爸。但看到爸爸那凶巴巴的样子，我连对不起都不想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爸爸走过来对我说：对不起，爸爸不该吼你，我们一起收拾吧。我红着脸小声说：对不起，我不该在家里踢球。一本新书拿到手半个小时就被我弄坏了，一支铅笔只用了半天就被我削没了，橡皮擦永远想不起来放在哪里，袜子永远只找得到一只。妈妈说：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再看看你。我气鼓鼓地说：你觉得别人家孩子好，那你去当别人的妈妈好了。为什么要拿我去和别人比较呢？比不赢别人家的孩子，难道大人就会很开心吗？我讨厌被你拿来比较，我更讨厌你嫌弃我的样子。我是个小孩子，没办法像大人那样掩饰情绪，处理问题。我是个小孩子，不喜欢说对不起，因为说对不起是很难为情的事情。因为有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，因为我不想承认自己是个糟糕的小孩子。因为你们生气的样子吓着我了，因为你们没有问我亲爱的发生了什么，而是一开始就认定我错了。如果你说的是发生了什么亲爱的，如果你跟我强调，我会和你一起想办法。如果你跟我保证不管怎样我永远爱你，我觉得我会说对不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